勃艮第这名字一听，一半人向往，一半人头大，都说它是黑皮诺和霞多丽的终极圣殿，但一聊起来全是听不懂的村子。特级园那酒标复杂的跟天书似的，很多人觉得这地方水太深太贵，根本不是给普通人喝的。但今天咱们就把这本厚书给它讲薄了，因为想喝明白勃艮第，你不用记酒庄，你只需要搞懂一个词，叫风土。这俩字就是解开勃艮第所有秘密的钥匙。咱们先聊聊勃艮第这地儿到底牛在哪儿。说白了就2颗葡萄，红的叫黑皮诺，白的叫霞多丽。1000多年这儿的人就跟这2个品种死磕。你别觉得单调，这恰恰是它最厉害的地方。这事儿得从一帮叫西多会的修士说起。从1098年开始，这帮人天天在葡萄园里干活，甚至去尝地里的土，就为了搞明白哪块地长出来的葡萄味儿最好。他们不是为了挣钱，就是一种近乎痴迷的追求。正是这帮人划出了后来那些牛上天的顶级葡萄园。这种对土地的敬畏就是勃艮第的底色。这个理论瞬间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做红酒时那些不被看好的小产区，最后恰恰因为独特而封神。好，那这帮人玩了上千年，他们是怎么给这地方分出369等的？这就得聊聊勃艮第的分级了。这套系统跟波尔多那种酒庄的玩法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勃艮第的分级认的不是酒庄，是地。它就像一个金字塔，从下到上分4级，最底层叫大区级，酒标上就写着勃艮第，葡萄可以来自产区里任何地方，是你尝鲜的入门款。往上一层是村庄级，酒标上会写明白是哪个村产的，比如莫尔索，这酒就开始有那个村的独特脾气了。再往上是1级园，这是村里头风水更好的那几块地，酒标上会标着 Premier Cru 或者 ER Cru， 品质和复杂度一下就上去了。塔尖上就是特级园，这是最好中的最好，酒标上直接就是园子的名字，比如克洛武若，村名都不用了，因为这块地本身就是金字招牌。这其实就是最极致的产品主义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只问你脚下这块地是不是真牛。所以给大伙儿一个最实在的建议，刚开始喝就找个好年份的村庄级，价格不贵，但能喝到最地道的勃艮第风味儿。搞明白了规矩，咱们就该上路了。勃艮第从北到南4大产区，脾气性格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叶丘，这是勃艮第的心脏，全世界最贵的酒基本都在这儿。它又分2半，北边叫叶圣乔治，黑皮诺的王国，那酒有劲儿，能放很多年。南边叫伯纳丘，霞多丽的圣地，酿出的白葡萄酒复杂优雅，是全世界的标杆。第二个夏布利，在勃艮第最北边，天冷，这儿的土里都是远古的海洋化石，所以酒里有股子特别清爽的矿物味儿，像舔石头的感觉，纯净的不得了。第三个夏隆内丘，这地方没特级园，总被人忽略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它成了咱们淘好货的宝地。这种地方就是我们酒商最爱找的价值洼地，名气不大，但东西好。第四个马贡内，最南边阳光足，酿出的霞多丽果味特别甜美，像桃子热带水果，口感圆润饱满。最后咱们聊点虚的，也是最实在的，年份和勃艮第真正的混儿。在勃艮第年份特别重要，哪年雨水多，哪年有冰雹，直接影响酒的品质。所以有个聪明的买法，好年份买平价酒，差年份买名庄酒。好年份连普通的村级酒都跟着沾光，坏年份只有那些顶级酒庄才有本事用技术把酒做好，而且价格可能还便宜点。那勃艮第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是土？是葡萄？其实都不是，最终的答案是人，是一代又一代的酿酒师，用他们的专注和传承，才让这片土地的风土真正在杯子里开了花。说到底，再牛的商业模式，最后拼的都是人。勃艮第的伟大不在于劲儿大，而在于它的那种微妙、优雅和端庄。喝懂它，需要一点耐心，去感受一杯酒里那片土地和酿酒人的故事。我是老郭，有时候爱自己喝点，解压放松，想点事儿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记得找我。